复利计算机程式设计的部分，首先我们来看变数的宣告部分。那在我们的变数宣告啊，我们总共需要用到8个变数。那前3个变数是月定存额、年期数以及年利率。这3个变数就是让使用者透过文字输入盒，把他的每个月的定存的金额，还有年期数，复利的计算的年期数跟我们的年利率，把它输进去，存在这3个变数内。那我们有说过嘛，我们这个复利计算机是月复利，所以我们把年期数跟年利率要化成月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2个暂时的变数，就是所谓的月期数跟月利率这2个变数。那我们的输出部分呢，总共有3个，一个是总本利和、总本金跟总利息。那总本利和就是我们所投进去的本金，再加上所获得的利息。那总本金就是你投进去每个月定存的金额，还有你到底存了几个月，那这是我们的总金额。那总本利和减掉总本金就是我们的总利息，所以我们需要这8个变数来使用，来维持我们的程式的正常的运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接下来我们怎么来做我们的一个部分的处理。当我们输完我们的资料到我们的3个文字输入盒之后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触发我们的复利计算。那我们在我们的 APP 里面啊，设计了一个复利计算的按钮。当这个复利计算按钮被你点选下去的时候，就开始要来读我们的资料以及进行复利的计算。所以呢，当复利计算按钮被点选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首先我们必须把月定存的输入盒、年期的输入盒以及年利率的输入盒的文字分别存在月定存额、年期数以及年利率这3个变数内。那这里我们并没有做房贷处理，之后各位可以把程式稍微改一下来做一些房贷的处理。好，那完了之后啊，我们要做我们基本的一些初始化的处理，因为我们刚讲过嘛，这是一个月复利的一个计算机，所以呢要把年期数乘以12变成月期数，那年利率除以12变成月利率，那要把我们的总本金、总利息跟总本利和做初始化。因为你每一次的计算必须做初始化，才可以让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变成正常的。所以呢，初始化完之后，我们来看怎么来计算我们的复利。那我们的计算复利啊，这里使用的是 for 回圈的形式来算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使用对每个范围从到每次增加这样的一个 for 回圈的软体区块来做一个进行。那我们的 for 回圈基本上拉出来啊，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应该是对每个数字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把每个数字改成第几期的利息。那这个第几期的利息就是计算第几期的利息。那我们的回圈要执行几次呢？从1到月期数，就是我们要执行几期。比如说我们执行10年，那你就要执行120次，每次增加1，第1个月、第2个月、第3个月这样的反复的执行。好，那我们的执行过程啊，各位可以搭配我们的左边我们的程式这个回圈的一个流程来看一下。那我们刚开始要做什么呢？总本金等于总本金加月定存额。总本金就是你几个月投入的金额，比如说你投入了10个月，就是10个月的定存额，把它累加在一起，跟我们之前1加到 n 加到10的做法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开始计算我们的利息跟我们的总本金哦。所以总本利和等于什么？总本利和再加月定存额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上一期的总本利和再加上你这个月的存款算出来的总本利和，等一下来算利息。那我们看第3个设置，第3个设置的话是总本利和再加总本利和乘以月利率再除以100。那我们的总本利和乘以月利率除以总本利和乘以月利率再除以100，就是算出我们的利息。那这里为什么要除以100呢？因为我们的输入是用百分比，那百分比如果你要换成数字的话，还要再除以100，这样才会获得正确。所以呢，总本利和再加上总本利和乘以月利率再除以100，就我们这一次计完利息后的总本利和。那我们这个要执行几次呢？就刚刚所讲的，你的月期数几期就要执行几次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是用 for 回圈，因为我们有固定的次数嘛，所以用 for 回圈比较容易来处理。那各位也可以把它换成while回圈的形式，那只是说我们要去判断，当我们的第几期的利息小于等于月期数的方式来反复的执行它。那我们的回圈执行完之后啊，我们来算我们的总利息是多少哦。
那我们的总利息就是总本利和减掉我们的总本金，就会算出我们的总利息出来。那当我们计算完之后啊，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，当我们的复利计算按钮被点选的时候啊，做输入的读入以及做初始化的设定，还有呢那个什么月期数跟月率换算。那接下来用for回圈来计算我们的什么全部的利息，我们的总本金、总本利和以及我们的总利息是多少。那完了之后，我们要做一个输出。那在输出的时候啊，我们用复利计算显示标签，来显示我们的内容。那我们的文字，我们的定存的资讯有哪？我们的复利计算的资讯有哪些呢？包括月定存的金额以及年期数。那年期数我们也会把它画成月期数。那接下来年利率也会把它画成月利率。然后接下来显示我们的总本金，我们到底存了多少钱？然后呢，再显示我们的总本利和，我们到底获得了多少的总本金，再加上我们的利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算出我们的总利息。那接下来我们算出一个投报率，就是你存了多少钱，然后呢，获得的报酬率是多少？那我们的获得报酬率是什么？总利息除以我们的总本金，然后呢，还要再乘以100，因为我们用百分比的形式来做一个表现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显示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把我们的定存金额、年期数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年利率，还有呢，我们所获得的总本金、本利和以及我们的利息以及投报率都一一的显示出来。